菩提禅修2024盂兰盆节祈福法会正式开始，请大家双手合十，恭请金菩提宗师洒净。为什么耶梭哈？为什么耶梭哈？为什么耶梭哈？脱离地狱，为什脱离苦海，为什么耶梭哈？消灾灭难，为什么耶梭哈？一切众生为什么脱离地狱，脱离三恶道，为什么耶梭哈？不再受苦，为什么得佛光普照，往生天国，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耶稣不在地狱受苦，为什么耶稣为什么不再流浪，为什么愿佛光普照，为什么耶稣为什么愿他们脱离地狱，不再受苦，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脱离地狱，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愿地藏王菩萨的甘露带给众生消灾灭难，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不在地狱受苦，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愿一切众生不在地狱受苦，为什么耶稣脱离地狱，消除一切灾难，为什么耶稣愿我们为什么耶稣七世的父母
脱离地狱，为什么耶稣不再受苦，脱离地狱，为什么耶稣脱离地狱，不再受苦，消灾灭难，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耶稣不在地狱受苦，为什么耶稣愿我们七世父母为什么耶稣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愿所有众生为什么耶稣脱离地狱，为什么不再受苦，为什么耶稣感恩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感恩师父，恭请宗师点燃佛前明灯。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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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恭请宗师带领大家佛前敬香，请大家双手合十，真诚恭敬。为什么耶稣真诚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地藏王菩萨，为什么耶稣感恩大慈大悲东方琉璃药师佛救苦救难，为什么耶感恩一切天神前来护佑，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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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请宗师带领大家礼敬佛陀。现场来宾，请以合十鞠躬为礼。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一叩拜。为什么耶稣起。为什么耶稣再叩拜。为什么耶稣
起，三叩拜，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起，为什么耶稣何时鞠躬感恩，为什么耶稣恭请金菩提宗师入法座，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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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入座，感恩师父。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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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来宾好，还有世界各地的所有的电脑前的朋友们好，在场的朋友们呢，就轻松自然的就坐就好。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那这个日子呢，很奇特。佛陀认为呢，在今天这个日子，有一位大菩萨，他呢，因为慈悲的力量，因为来自于慈悲的力量，就在今天呢，将地狱之门打开，将我们算是有缘分的一些灵魂释放出来，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解脱。我们认为呢，这个世界上有天堂，有人间，有地狱，只是大约这样一个区分。但是在佛教呢，佛教认为还有第四个世界，也就是地狱、人间、天堂或者天国之上，还有一个像一个国家国度一样，就是极乐世界。凡是在地狱、还有人间、还有天国的这些生命呢，都有出生的那一刻，有出生。凡是世界上有出生的，
就会有灭亡。所以地狱、人间还有天国，就天国中的神灵，他也会有一天会死亡，它不是永恒的。而极乐世界呢是个永恒的，就是如果升到极乐世界的人，就是有出生那一刻，但是没有死亡的那一刻，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在今天这个日子，有一位慈悲的地藏王菩萨将地狱之门打开，地狱之门打开，能够出来的生命也不多，就是这也是一种因缘机会，有这种机会的也不多。说能够出来的，就是有可能会得到佛菩萨或者神灵的帮助救度，瞬间就往生天国或者是极乐世界。那这样的一种概念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我觉得很有关系。就看有缘分的从地狱出来的那个灵魂是谁，和你和我有没有关系？如果是我们的父母呢？对，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亲人，尤其是父母，当然包括往生比较早的其他的，不一定是长辈兄弟姐妹或者夫妻间他们先走了。如果在那面受苦，也就是在人间没做什么好事，在那面受苦的话，我们在人间就会吃苦。什么叫吃苦呢？就会能产生出很多的不吉祥的事情。那不吉祥的事有哪些？我给大家说明一下。人其实最宝贵的是健康，所以第一项可能会得病，失去了健康。如果真正很严重的疾病，没法工作，只是花钱看病，说医生也治不好。这个我们的，我相信快乐幸福就好像就失去了。再接下来呢，就可能有灾难。当今这个时代，我们都是有时经常上班上学这个路途中，最少的开车10分钟，或者坐车10分钟。但是更多的人开车或者坐车一次性的不是往返，光一次性的就是要30分钟。我记得在美国很多的地方的人上班从家去工作的公司开车1个小时很正常，每天有前后去一次来回家一次，这样的往返就是2个小时，在高速路非常快速的路上，一旦出车祸就非常麻烦，就从此我们可能就失去了健康，或者是失去了工作的能力，被人伺候接下来的半辈子，那你还有幸福吗？甚至还有人很不幸的上错了飞机，飞机掉下来，还有各种的灾难还有大地震，还有类似于战争的恐怖攻击。美国的911事件，现在20年了那一下多少人从那个房子里出不来？像这些灾难这叫横祸。
还有人有水灾，别人去游泳池游泳，海边游泳，河里游泳，是种幸福快乐的体验。说我正好放假了，我去夏威夷海边去游泳度假，多快乐的事情！有时候一家人一起。而有些人有这个叫水灾，有水灾的人一跳下水去，腿就抽筋了，或者被一条鱼给咬走了，就上不来。从快乐的事情变成悲哀的事情。你像有水灾的这些灾难，我们的脸上都有记号。耳朵上要长一颗痣的人要小心一点。耳朵靠下半截有一个痣的人，你看你有没有哈？如果有的话，那你尽量不要去海边游泳，要小心这个灾难。那还有火灾，现在大家尤其在亚洲地区、亚洲、欧洲很多地方，因为人口太密集，所以把平房拆掉，盖高楼。30年前盖的楼就是10层，现在盖的楼都是50层以上。所以我就想，如果底下起火了，住的50楼的人怎么下来？我相信下不来。如果一旦一场大火，麻烦了。那么也有人遭受这些灾难的时候，才想起来，如果你的亲人遭受这个灾难，有人就会想起，小时候有人算个命，算命先生就说，你那个时候有水灾或者火灾，或者有横世灾难，就是这样严重啊。有些命相师能从脸上看出来，就是灾难写在脸上，你看多不幸。那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有可能你的长辈就是去世之后就在地狱受苦，他们正在受火灾那个刑罚，你这边你可能也有一些过去世做的错事也可能也会去感受到火烧的痛苦。我们的亲人在地狱被灌水淹死一次又一次，我们在这边就可能被淹死，大约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人就是灾难来说还有人好不容易赚的钱，打工族呀，无论你是在银行也好，还是一家普通的公司也好去工作，积累10年、20年的财富，房子买的还是小小的，多余了一点钱存在银行舍不得花，舍不得去餐馆吃饭，舍不得旅游花钱。可是就有朋友介绍说，哇，某一项投资非常赚钱，那么放5年之后，你先投资100万，5年之后就变成200万，1年20%的回报，你相信吗？我现在这样说没人相信，但是你那个罪恶感升起的时候，有人说你就信，何况骗人的人他也很会骗，他把这个骗术研究得很周到，研究得非常周到，就是你怎么听都觉得是个好事情，结果也许1年以后找不到人了，1年以后发现这个公司是骗人公司，已经倒闭了，钱都拿跑了，你的钱，你的辛苦了半辈子的钱没了，投资上当那这种情况呢，就可能对应你的前世的父母正在地狱受苦没钱花，
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有2个节日祭祀祖宗，包括这个包括这个日子，有时候华人就会给他烧些纸钱。真的，有人就梦到自己的亲人在来到你的梦中，在那瑟瑟发抖，很冷，那个衣服都是破烂的，外面飘着雪，很冷的天，好像零下20度，看着又渴又饿又冷，这就是你的去世的亲人跟你在求助，就跟你说：“快来帮帮我吧，我在这很冷很饿，没钱花呀。”就是这样。那你呢，就得去给他烧纸，烧些纸钱。那他那边好了之后，你这边这个灾难就没有了。否则的话，你可能会，你的钱财就会被流失掉，被人骗掉。灾难多了，数不胜数啊。有时候我们这个赚钱很难，但是赚了钱之后留不住啊，是吧？女人嫁人根本就像赌博，你说嫁一个好人，真的算你幸运这个嫁之前这个人非常好，等嫁了之后什么坏事都干，你的幸福就失去了这都和我们的亲人有关系，和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的这个人，我们自己的过去还有前世的行为而产生的那样一种作用力。佛教就把它称为叫业力。这样其实听起来是公平的，它不像说我是神，你只要信我你就去天堂。我曾经问过一位神父，我说如果这个人有一个被洗过礼，他如果一直在做坏事呢？他可能回答的，我把他逼得也没路走了。他说那也得去天堂的监狱。哇，我说那你们的主就是一个黑社会的呀。信了你之后，你做错事都去天堂的监狱，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可没被洗礼怎么样都会入地狱嘛，这不公平。所以我们的这个分析呢是比较公平，就是你由你的行为决定你未来的好坏。你过去是个善人，未来就可能享福，很富有，又健康，长得又好看做事都顺利大脑又聪明智慧，这都是由做好事而形成的你现在的好处。那你现在的不好处，比如我天生就比较丑陋，天生就多病等等的这一切坏事，是由我们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大家觉得呢？这种讲法我是觉得比较平衡，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就像面对法律一样所以呢，当我们这一切的不好的相产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究竟自己。可是包括我自己还有所有的朋友们，其实并没法记起你前世做了哪些好事坏事，对不对？在场的朋友有人记得起前世的事情来吗？我相信一般都没有的前世的事情我们又不记得。那也有人跟我说，如果我们记得前世是多好啊，记得前世不好。你说你做1岁的一个小 baby 的时候，一个小婴儿的时候，你就看说这是我的杀父仇人他的愤怒感就来了，你看他就不快乐了。这一看伺候他的那位60岁的奶奶说这是我前世的老婆，你情何以堪呢？你怎么面对呀？他真这么认为。在印度就有一位现在印度一所大学当老师当教授，他的前世记忆就非常的清楚。他就去了他前世在的那个省那个村子，
找到她的丈夫和她的家人。她记得很清楚，记得清楚到了那一家人也认为她就是前世就在她家住了，前世去世之后不久。而她面对前世的这样的记忆呢，她都没结婚。她说我的亲人都在那个地方，可是我现在是个小 baby， 我现在20岁的时候人家都老了。但是呢，因为记忆很清楚，所以我不能和一个新的男人结婚，所以她就在大学当老师，一辈子不结婚，无法面对现有的人生。所以通常呢，我们在转世的时候，这个神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前世的记忆这个遮挡起来，不是消掉了，是遮挡了，是在你的脑之中没有啊，你没法发现。就是但是你会有一点1/1000的印象。这个1/1000的印象是这样的，就是你见了某一种人之后你就很喜欢，还有见了另一种人就很讨厌。这个是没人教的，这个是你前世记忆之中的留下来的擦不掉的那个印象。就是这样，所以每个人都有说，看着某某人就比较喜欢，看到某种人我就很讨厌，这是前世记忆之中的一点点残存在我们的灵魂之中的。所以这个前世的业力都是由行为而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想，我们现在要好的话呢，还有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是好的。有家庭有子女的人呢，希望你的家庭好，还有你的未来好，还有你未来的儿女们都好。你就应该首先为自己的前头，佛告诉我们说，为七世父母都做一份功德。什么叫功德呢？做一些慈悲的善良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对，有朋友就会想，我讲了这么多，那我也不记得我过去做了错事但是我希望呢，我未来是好的，我到底怎么做？好，我现在讲这个部分要想改变我们的命运，让命运变得更好，这第一先是叫忏悔。就是忏悔就是自己能认错和改变自己，希望自己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就是这样的，爱世界爱众生，不光是爱人在这个动物呀自然呢，我都是充满了爱心的还有呢，给别人或者给这个世界带来任何伤害的行为就不要做。你心里真的这么想，我们在场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这样有道理的话呢，你也可以试一试有这个想法。如果从尊重和庄严角度来说，你可以2个手合十，就是用自己的真诚面对天地，面对自然。你心里想，我从今天之后我不伤害，就是无论对人对自然对动物我都不伤害，我要充满了爱心，我不骗人，不吸毒，不胡乱喝酒，不乱投资做一个好人，这样就可以了有人说我就这么做了，我这么做了，怎么有时候我的病还没好，怎么前面还有灾难？这只是第一步，就是如果你过去是个小偷的话，只是从今天洗手不干了，就不再伤害了。但是过去偷盗形成的伤害，这个还有呀，懂得了
如果你是个骗子，过去骗人20年，只是现在洗手不干不骗人了，并不意味着你真的是一个好人，就是你的罪业之前骗人形成的伤害还在呀。那过去这个伤害形成的这本账啊，这个业怎么还呢？光忏悔是做不到的，没有这么大能量。我们呢，通常呢，就是有很多综合的行为，就是我们想请佛菩萨、请神灵帮忙，帮我们还这个债，去消掉过去的这些罪业。要靠一个人做不到的。如果你相信说轮回有这个轮回转世的话，那你成为一个生命有多少年了呢？很多人成为生命已经有了几十万年。那几十万年，你想成为一个人的话，活得长久一点100岁，短寿一点50岁，啊，这就50年到100年的才转一次世，是吧？那做一只狗呢？养过狗的人知道，大约10多年，一条狗的生命就没了。这猫也差不多20年。如果你做过昆虫呢，有时候就2个月就没了。所以有时候转世也很快。还有人是还债的，出生了一个人活3年没了，就是活了3岁，一个小 baby 就去世了。这也是转世一次。所以我们前前后后无数次的这个转世的话，我们有了多少的行为的这种伤害就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去察觉自己，你可以照着镜子看自己，所以你的形象是完美的吗？还有人觉得我的形象很好啊，男人说我长得很帅，女人说我长得很美。你看着的帅和美和我看的不一样。比如说你的智商，比如你的数学好还是语文好，如果这2个都好，运动好不好，也就是健康能力好不好。很多人就是说我读书可以，运动不行。还有很多人说我运动可以，就是读书不行，对吧？都是有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能力的表现，这都是不完美。还说我智力可以，腰总是痛。还读书很好，就是不生孩子。今天做网络的科技能力工作可以，就是给人说话不行，就不会说话，这都是缺憾，不完美。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测试。在这个当有一天你稍稍懂了一点命相学的时候，看你的脸就知道了你的大脑对事物对负面能力的承受力如何啊。还有的脸上就是容易出一些横事，也都是脸上都有，会看的人一眼就看懂了。所以我想改变我们自己这个命运，让命运变得更好。所以请佛菩萨，请神灵帮我们还这个债，消这个业。但是我们呢，也应该有所表现。我们通常要学会去在佛前供灯，让佛光普照，去帮助你自己的前世所造下的这些错误，或者为你的前7世的父母所做的错事，帮着其他还债。所以供灯、供佛、供养修行人、供养和护持修行的道场，还有呢，要发心做义工。有人说我钱不多，但是我有时间呢，我退休了，那你到道场来做义工，这个对你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如果你有缘分
都有机会能到我们的道场做义工，真的算是有福了，就有改变你的这样过去错误的机会。在有一些国家都不能去道场做义工，不允许，有很多的政治政策的原因不允许，你都没机会去做这个。在这里有机会，那么有的人就是懒啊，希望不要懒哈，要让自己过得更好啊。如果有机会到我们道场来做义工是最好了。那道场做义工对你那个帮助的原因呢？因为这个道场一直是在帮人的，你帮道场就是等于帮助了众生，就是需要帮助的众生，让他们能够脱离痛苦，这样对你还你前世的债就特别的方便。所以呢，大家懂得了这些概念哈，你开始有这样的，你要有这样一个想法哈，你是要供灯还是做义工都是可以，来到我们道场来修行是更好，但是所有这些加起来才是修行，否则说，你看我在修大光明或者修念佛的方法，我来禅修，哇，我修了1个月前后，我的身体很健康很自在呀，请你不要高兴太早。那么3年以后呢？3年以后可能又有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或者老的问题又产生了。那为什么呢？有一种原因，第一个说我离开了禅堂，我回去不修了，那当然是疾病就来了。还说我回去也修，但是修的不多，那个疾病和麻烦还会来。为什么呢？修行的作用力已经有了，可是你前世的债，前世的债，前世的债务，不是你在这做禅修和念佛能消掉的，它还没有消掉。只要你欠别人的钱，说你在念佛，但是没人帮你还那个债，还没还清楚，所以你的麻烦还会来，所以还要懂得还这个债好，所以呢，你懂得这概念了之后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了。那么这一次，今年吧，就是24年盂兰盆这个大节日，能够超度前世7世的父母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一些新的朋友不懂得冤亲债主是什么呢？冤亲债主是一种综合的说法，比如说你过去伤害过的人，他恨你，但是我说这之前的事了你也不知道你伤害了谁。就是你欠别人的债，也许你知道，也许不知道。我比如直白的说，你偷了他的东西，偷了钱，你骗过他的钱，甚至骗过他的情感，或者他对你好，你对他不好，你自己也许有感觉，也许自己并不知道，但是别人仇恨的心已经产生了，这都是你的债主。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有人突然喝醉了酒说你，哇，你哪一天你骂我了，但是你自己不知道，人家哭得稀里哗啦的，真的很生气，你自己呢没有感觉。你说我什么时候骂你了？就是通常说话的人没有觉得很严重，但是听你说话的人就觉得很严重。比如说我的身材有点胖，我这举例子我的身材有点胖，你说我没关系也有人很直率的，师父你最近胖了谢谢但我心里没有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能说你胖也好瘦也好，什么关心你他真的很讨厌你，他都不理你，怎么会议论你胖瘦呢？对不对？我就会感恩，谢谢我看他胖瘦了，我说最近你苗条了，他就很开心
也有人说师傅别理他，他说你胖了。我说我很开心呢，是吧？如果真受穷还有一个胖子吗？这不是对我的赞美吗？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啊，说话的人无心，听话的人很动情，就是人家来了情绪，甚至产生了反感，甚至是仇恨的感觉，你不知道。还有在重要的时候说了一句很严重的话，也许说的人自己也忘了，但是听的人记你一辈子仇恨。比如说你真正在他父母落难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他父母的不好的话，这个人他父母正在受苦难的时候，他会恨你一辈子。这都是和你有关系的仇人，这叫综合起来叫冤亲债主。还有的是亲呢，是指亲人，比如说夫妻间、母子间、兄弟间、姐妹之间，都可能因为各种的分歧和矛盾产生仇恨。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是前世了，这更麻烦。他的仇恨就在那里，可他身体已经不在了，你又转世来了，也因为这份仇恨，说不定你倒霉，因为错误是你这里所以都是欠情欠债的。更不要说前世你是屠夫，或者你是个军官，杀死了很多人，杀死了很多猪羊。还有人说我就是个厨师，别人花钱我杀鸡杀猪杀羊，这是我的职业呀。应该罪过在于吃肉的人但是一旦一个人去杀成了一种习惯的时候，罪业就产生了。他以杀生为一种快乐，你不知道多危险吗？仇恨就来了。我们之前在文化禅堂有一位过去他们家来自于香港的移民，一位师姐，她现在已经走了，10多年前已经走了，很多过去这位老同学都很熟悉她。他就讲他小时候在香港，他父亲开了一个杀鸡场，他父亲雇了100多名员工，每天就是砍鸡头，咔咔咔砍，他一天砍多少只数不清啊。香港一半的餐厅的供应鸡肉全是他爸带着员工杀的。杀鸡20多年30年，等他爸到老的时候呢，你想存了多少钱呢？就是每一个月他爸爸赚的钱，香港的房子多贵呀，每个月就买一栋房，赚那么多，干了半辈子。可是到60岁以后就产生了一个好习惯，吸毒加赌博。吸毒加赌博，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一些法律说，吸毒没有罪过，真的就是没有罪过。你觉得吸毒是不是好事？我今天不是教育你或者跟你议论吸毒到底好不好，反正我个人认为不好。因为在温哥华 Chinatown 那一块有很多吸毒的朋友们就在那里做着一个动作，能在那待1天，就像一个石头雕刻一样，多恐怖啊！他没办法工作，没办法爱他的家人，没办法去爱他的孩子，就那一个人就在那里1天一个动作，那个身体这都只剩下皮肤和骨头了，多可怜呐！这都是吸毒惹来的祸呀。所以香港这位老先生，杀鸡的老先生，60岁之后赚了那么多的钱，就是学会了赌博还有吸毒，这2个新的爱好导致他家破人亡。到他父亲70多岁的时候，所有的房子全部卖掉了，被人追杀。他借人家高利贷被香港黑社会的追杀，所以他最爱的这个女儿说：“你赶快跑吧，能去哪个国家去哪个国家，别让黑社会把你给杀了。”最后还欠了赌债，被人追杀，他才移民到了。他说：“我很幸运呐，我就跑到加拿大，我就不回去了。”他不是正式移民，当然加拿大很宽容，他成为了移民，他才保了一条性命。
最后他父亲被人乱刀砍死，就是因为借了黑社会的钱，他没法还了。他赚了那么多的钱，被人乱刀砍死。后来他父亲有些朋友说：“哎，说都不搭理他父亲了。”但是直到死了，说没人收尸啊，就收尸，就剁的都没有一块肉是完整的，砍烂了这个身体。所以你看他杀鸡为业，这我也不是说完全是杀鸡的罪过，再加上可能前世累积的，成为这样子。那么他来到温哥华的这位女儿呢，就到我们禅堂来修。他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他的气色特别难看，啊，我觉得你可能有严重的病吧。他说他有肝癌。这个女儿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已经60岁了，肝癌。他有一次就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怎么背后有那么大的杀业的一种感觉？其实我没看清是不是杀鸡，我就觉得很大的杀业，好像那么多的灵魂在找他。他就跟我说了，跪在那儿说，就讲了他父亲的故事。就是他们家的兄弟姐妹5个，没一个得好死的，全部是人到了中年，不叫人杀死，就是从楼上跳下来摔死自杀。他是最后一个，他得了肝癌。他说我要赎罪，我父亲呢那成天杀鸡，他说我们那时候赚钱太容易了。他说的时候还眉飞色舞，但完了之后又觉得又是个错误，又在那哇哇大哭。那怎么办呢？我说你知道，首先知道这是个错误，你要忏悔。他说我不杀鸡啊，我知道啊。我说那你就多做善事吧，你修完了之后在禅堂做义工吧，就做义工。咱们在我们的禅堂，就这个禅堂多活了8年。他刚来的时候就是肝癌第4期，肝癌第4期应该活不了2年呢，一般1年以内就死了，活了8年。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的温哥华的故事。所以这个前世或者是之前犯的这些罪它还会放大，放的时间越久吧，就像银行利息一样，它会放大。比如你过去骗人1块钱，你知道10年之后你要还人多少钱呢？最少100万。你听起来不公平，但是被追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做善事和做坏事，时间越久之后，它都会放大，是这样啊。所以你过去一直在杀鸡，你比如杀了1万只鸡，可能你会被人砍杀100万次，是这样，恐怖吧哈？这我越研究越了解，我越觉得害怕，就是别做坏事，太恐怖了。所以有很多比较懂得跟我学的早的人比较懂得在这一次这个法会他们多做功德。这有很多希望我们这一次这个法会能够圆满吉祥，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这样的大发心的人，还为这一次的来帮助大家的所有发心出钱的出力的，还有人来这供佛的还有今天来的所有的来宾们都是功德无量的。希望通过今天的法会，让我们的亲人，在地狱中受苦的亲人得到救度，往生天国，往生极乐世界，也可以往生你自己信仰的那个天国因为我探索过很多个宗教，反正好人都是往天国走去到天国，不要在地狱，地狱特别受苦希望通过今天的法会，能够让他们得到解脱，得到救度，离开地狱。那我们呢，在人间活着的人呢，他会健康
如意，自在，心想事成。那大家今天呢，和我共同做一件事情，来诵念地藏王菩萨的咒语，这个时间呢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也不是很久，其他的事情呢，就是由我，还有地藏王菩萨，还有众多佛菩萨，还有天神的护佑来帮我们解决。那么今天所有的诵念，大家的发心所产生的这个功德和能量，回向给法界，回向给所有发心的朋友们，会祝愿大家如意吉祥，健康长寿，还要大富大贵。我们就准备开始诵念。为什么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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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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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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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啊。
梭哈，为什么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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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稣哈？
么耶梭哈，嗡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嗡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嗡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啊哈哈哈，为什么耶梭哈，哦哈哈哈，为什
为什么耶稣哈？哦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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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哈？
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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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耶稣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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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为什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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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何时一切功德回向法界，回向所有发心超荐冤亲债主的朋友，回向给一切发心人、供养人、做功德的人和朋友们，回向给禅学院点灯、消灾、做功德的朋友们。此功德能够让我们七世的父母、七世的亲人、七世的冤亲债主，全都脱离地狱，往生极乐世界，往生东方琉璃世界。回向给我们过去所伤害过的一切人，回向给
在历代战争之中失去生命的士兵们，回向给无家可归的灵魂们，让他们能够得佛菩萨和天神的接引，往生极乐世界，不再受苦，不再受折磨。回向给所有的有缘的朋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这个法会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愿这些有缘的朋友都能够一生平安、幸福、健康、富贵、快乐，有好的工作，有最爱你的人陪伴，有智慧，有最理想的工作。感恩大家。我在诵念的时候啊，其实我的感应也很强，平时我感应并不强。大概有2次，还从天上有神下来，就是好像带着很冷的风这样下来。对，我在认真诵念，最后我的身体呀，就好像被那个电流给通了一样，到现在身体都是有一段发麻，身上就是产生了很大的热的能量，所以我自己觉得挺震撼，这个神就在我们旁边，就正在帮我们，但是我的觉得呢，我们所有参与这个法会的朋友呢，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在我眼前我们的身体就开始到此刻就变得轻松了，原来那种沉重的感觉就会一下子就轻了，就好像被佛菩萨、被天神把那些能量或者是灵魂带走了。我每到这个日子，其实我的身体是最沉重的。这7天以来，我每天走路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的脚上就像捆绑了2个10斤重的沙袋。我不以为然，这是一种习惯，到这个季节就是这样。其实很多那些灵魂的那些众生朋友，就会希望通过我，能帮你解脱一下，所以我自己很沉重。但是这一刻，我现在很轻松了就是被佛菩萨、被天神给接走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有缘人呢，与我们能够有机会在现场或者是看到我们这场法会直播的朋友呢，和你的亲人的这个灵魂有关系。因为有很多人呢，这个他的爷爷或父母去世之后，他从来没有去念过佛，去给他一份祝福，更没有请其他宗教的这些法师来帮着来解决一下，从来没有过，就不懂。不是你不好，是你不懂那这些灵魂，因为你和我的缘分，有些灵魂就很厉害的，他就能找到我来帮忙那所以我们在温哥华禅堂，就让我们的发心的我们很伟大的义工们每天叠呀，这我们的莲花都用手叠出来的我们的贡品都是我们亲自去采购的大家特别累，特别疲劳，并且每个人很累很疲劳，还很幸福的就来给大家服务，就希望多接引一些人让这些灵魂都能够往生到天国去，
哎，他们无家可归啊，那我们在活着的人就受苦了。哎，他们解脱了，哎，我们也解脱了。现在就像我的身体一样，哎，他们从我这儿也解脱了一大批走了，我的身体立刻就清爽了，就自在了哈。我相信之后呢，很多人觉得，哎，我跟着念了一会咒语，怎么觉得身体就很轻松呢？啊，那去年呢，有一位老人家80多岁，啊，他来的时候拄个棍子来，啊，他那个腰啊腿啊，他每天都让他儿子开车去找人按摩，有这样的理疗，哎，那一次跟我念佛呢，他愣念下来1个小时之后，把棍子一扔了，轻松的走回家去了。我不开车了，我走路这么轻松，我走回家去，哎，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这种神力的加持哈，这超出我们的想象哈。所以在座的诸位朋友啊，还有今天啊能够参与这场法会的朋友呢，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看到这场法会的朋友哈，都会感觉到那些疾病、业力、贫穷都会消失，烦恼也会消失。之后呢，就是健康、长寿、幸福快乐，得大财富，有爱心，哎，这多好啊！所以明年的时候你还得来哈，谢谢这些有缘人哈，谢谢你，谢谢你，好了，那我们那个我们还有正在直播哈，啊，接下来的节目还挺多，内容挺多，但是不适合呢我们这个国际的网友参加了哈，那我们直播的内容就到这里哈，祝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吉祥如意，幸福吉祥，健康长寿，大福大贵，下次直播再见。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